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九。这个长期关注发布会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啊，到2018年开始，各家什么新技术一定要加上 AI 这两个字，搞得什么好像都很智能一样。但其实呢，这个目前这个 AI 或者说智能的算法呢，在手机端啊应用最多的只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拍照，之前呢咱们在相机方面讲过很多次啊，这个手机呢会智能识别场景，调整自己对不同场景的算法，进而优化最终的照片。华为和小米呢，在这方面呢都有一些探索。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AI 的另外一个应用比较多的场景，那就是 AI 语音助手。虽然都叫 AI 语音助手啊，宣传上什么小爱啊、Bixby 啊、什么 Siri 啊、Joey 啊，但是谁更 AI， 谁更智能？今天这期语音助手大测评给你答案。不客观这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2007年，随着 iPhone 4S 的发布，头一次亮相的 Siri 开创了智能语音助手的先河。在发布会上的惊艳表现，仿佛让大家打开了一个新世界。Siri 注重的人机交互，可以像人与人之间一样对话。Siri 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4次人机交互的革命啊！当时起码是这么认为的。从键盘到触控再到语音，经过多年的发展 ，Siri 已经有了众多的追随者。这几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的蓬勃发展 ，AI 语音助手无论是能力还是应用性，都较之前提升了非常多。Siri 已经明显落后了。虽然目前他们还不能完完全全理解你的心思，但语音助手依旧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方式。当它进化出独立的判断力和创造力之日，那也就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管家贾维斯之时。期待这一天能早点到来。在这之前，截止到2018，我们先来看看目前的主流语音助手谁能更懂你，更好的充当你的另一半。参与这次对比的有 iOS 12的 Siri、小米的小爱同学、三星 Bixby、vivo 的 Joey、OPPO 的小欧，还有华为小艺、魅族小西。这次对比测评，我们采用久违了的打分制，表现最好的加1分，其他就不加分了。看看最后哪家的语音助手得分最高。第一个大环节，咱们先来一些传统的比较正式的问题啊。语音助手最大的用处就是大大减少自己动手的必要性，很多需要多次点击操作的内容，只需要一个指令就可以完成。这次语音助手的实际测试，我们就模拟一下普通周末的日常活动，能动嘴的绝不动手。很多人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问问今天天气怎么样，星期6会下雨，别忘了带伞。今天阴，气温24度到28度，有点热。武汉今天小雨，24度到28度。武汉今天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5级。今天阴转小雨，24度到28度，温度适宜，风不大。武汉今天小雨，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比昨天冷一些。下面是今天的天气预报。期待手机中只有 Siri 没把天气读出来，并不是它不会读啊，而是如果你用按钮激活 Siri 的话，就会默认显示不读；而用语音激活 Siri 的话 ，Siri 知道你不方便看手机，所以就会把天气读出来。苹果在这种小细节上确实还非常用心啊。早起洗漱的时候听一听今天有什么热门的新闻，既打发时间，还免去了动手的麻烦。我暂时帮不了你，当前情境下不能执行你的指令。以下是来自腾讯新闻的热点新闻，首先为您播报第一组新闻。世界最穷总统宣布退。名校高中生被指论文抄袭，疑与高校自主招生有关。为你找到以下新闻。好的。院线消息我全知道，只要对我说最近电影院上映什么电影。这里是与今天的热门新闻有关的网页。期待手机中只有 Joey 和小西把新闻读了出来 ，Bixby 和小艺甚至都搜不到新闻。吃完早饭，约上几个朋友一起去玩耍一下，看看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儿。来看看网上找到的结果吧。为你找到以下内容。为您找到以下信息。好的，分析了武汉所有景点的信息和用户评价，为你推荐以下精彩的景点，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武汉的著名景点：东湖、黄鹤楼、木兰天池、汉口租界、归元寺、欢乐谷。正在查询武汉市的位置。看看这些。想了半天，决定去东湖溜达一圈，太远了，还是叫个车吧。选一下目的地吧，确认没问题就可以下单了。
手动选一个地点吧，确认一下就可以叫车了。为您找到以下信息，为你找到以下内容。你的小爱不支持该功能，帮你打开滴滴出行吧。正在启动滴滴出行。东湖去的距离约258公里。出门玩了一天，回家看看视频放松一下，在腾讯视频搜索小白测评。我没找到这个频道标签。找到了，来看一下吧。正在进入应用中心下载。为你找到以下内容。你的小爱不支持该功能，帮你打开腾讯视频吧。正在搜索小白测评。上面这些日常的小问题啊，大部分语音助手完成起来都不差。下面的测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啊，提升一下难度，带点逻辑结构的问题。首先是日常的系统设置，关闭蓝牙，打开手电筒。手电筒已经关上了，已开启蓝牙。已关闭手电筒，蓝牙已经打开了。已打开手电筒。好的，我已经关闭了蓝牙。已打开。虽然说这两个指令没有一个助手能够同时完成，但是小爱和 Siri 都打开了手电筒，小易关闭了蓝牙，算是完成了一半任务吧。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这个让很多男孩头痛的问题，我们来看看 AI 语音助手有什么好对策。如果是你做错了，一定要道歉；如果不是你的错，也请记得先道歉。为你找到以下内容。赶快去哄哄吧。为你找到以下内容。为您找到以下信息。Very often when women think they are angry, they are really just hungry. 这里是与女朋友生气了怎么办有关的网页。Siri、Joy 和小欧选择了上网搜索，魅族小西一句话有些敷衍，华为的回答感觉有点在像抖机灵啊。不过对于吃货还是挺有效的。小爱同学给出的答案挺详细的，也具备一定的实用性。Bixby 的答案则是说出了很多女生的心声吧。不管我有没有错，反正男生都要道歉。而且 Bixby 每次给出的回答还都不一样，多了一些与人交流的真实感，好评。据说有个百试不爽的方式，用红包说话，说一些让他开心的话，做一些让他开心的事。最近没啥好看的电影，就看看星爷的经典电影。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些，来看看吧。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话西没有找到电影信息，或会再来问我吧。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喜剧之王。为您找到9部周星驰的关于经典的电影。为您找到如下信息。这里是与周星驰的经典电影有关的网页。这个问题Joey和小欧表现最好，直接读出了电影名字。Bixby 和小爱也都搜出来，但是没有读出来。另外几个则是都不太好。看了《碟中谍6》的预告片还是挺爽的啊，想知道它什么时候上映？2018年8月18日了。《碟中谍6》上映日期是2018年7月27日，美国2018至8。帮你找到以下资料。碟中谍6上映日期是2018年7月27日。碟中谍6的上映日期2018年7月27日。为您找到如下信息。这里是与碟中谍6什么时候上映有关的网页。Joey 和小欧、小爱、小西都显示出了美国的上映时间 ，Siri 和 Bixby 小易则是无法回答出来。手机玩了半天了，该清理一下后台。这个指令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有语音助手都没辙。好的，把微信隐藏了。微信打开了。人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为你找到以下内容。正在搜索。真心不懂，求原谅。很抱歉，我没法从你的 iPhone 删掉应用。看来大家对自己的流畅度还是很有保证的，都觉得自己的系统没有必要清理后台。所以我们还是把问题简化一下，只清空所有后台。我们把应用都关掉了。为你找到以下内容。你应该说的具体一点。为你找到以下内容。小爱，这就加速。我是诚实的好孩子，所以老实说我不知道。这里是与清空后台有关的网页。简化的问题还是难倒了一大片，只有 Bixby 完成了指令。小爱同学自动进入到了加速页面，但是还需要你手动点一下。当我们把清空后台改成清理后台之后，仅一字之差 ，Joey 就能自动清空后台了。小一则是和小爱一样需要手动点一下
Joey 和华为的关键词检索还是不如三星，小欧则是嘴上说着清理完成，但是后台应用一个都没少，跟小爱一样学坏了。11个问题问完了，统计下结果，小爱同学和 Joey 三星 Bixby 表现不错，小欧、小一、小西 Siri 则是表现不太好。而且在我们的实际体验中，目前的语音助手容错性非常低，只要你问的问题有一字之差，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回答，有的时候甚至同一问题的结果也相差很大。为了公平，我们在这只能用同样的指令去问这几个语音助手，所以杠精就不要抬杠啊，饶我一命。上面的测试中，所有的语音助手都是提取指令中的关键字，然后执行一些已经设定好的步骤。比如华为的小艺在识别到关键字电影后，就会直接打开猫眼电影，而不管你问的具体内容。像这样只是单纯的提取关键字的 AI 语音助手，离真正的电影中的 AI 还有108000里的距离。而且现在它并没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也并不能完全理解你的语音指令，只能提取关键字上传到云端，与云端庞大的数据库进行对比，通过不断的深度学习，将云端整理好的可能符合你预期的信息资料呈现给你。所以没有了网络，这样的语音助手能力就大打折扣了。虽然说目前的语音助手还是伪 AI， 不过有时候确实能在日常生活中给大家带来很多便利和欢乐。前几天小爱同学在微博上贴出了用户与他聊的最多的几句对话啊，我们就挑几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问这些语音助手。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我才不呢。我喝酸奶，你舔酸奶瓶子。你应该说的具体一点，比如明天天气怎么样？老子吃串串，你吃串串圈圈。老子喝啤酒，你喝啤酒泡泡。老子吃饺子，你吃饺子皮皮。老子吹空调，你吹空调外机。老子坐火车，你坐火车轨道。老子取天线，你取天线宝宝。老子吹空调，你吹空调外机。正在跳转第三方站点。我也新学了一个路名，谁也之平。我觉得不行，你就是这么对待好搭档的，那我可要有小情绪了。不想上班怎么办？也许你可以换一份能让你开心的工作。为你找到以下内容。可以找其他事做，但永远也不可能不做事。买个碗，你就是老板。我带着你，你带着碗，我负责哭，你负责喊。过年挣的钱，我们一起当老板。买个碗，你就是老板，我带着你，你带着碗，我负责哭。1. 调整心态，积极应对，把玩娱乐的心态调整，为以工作为重心。2. 预先制定任务计划。3. 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4. 要有充足的休。好。我帅吗？什么都无法掩盖你由内而外散发的帅气。送你一句朴素的话，你是我见过最棒的人。怎么总喜欢问人家这种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挺帅的，要有自信。帅，让你仍要好好努力，不能骄傲，要不然别人会说你除了帅之外一无是处。别人都是有故事的，而你活到现在确实有个帅字贯穿一生。你一直默默承受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帅气，哎，真是太累了。真心不懂，求原谅，或者我还是帮你搜索下吧。我的思绪从不在外貌问题上停留。语音助手除了问这些问题啊，还可以很方便的控制智能家居，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小米和三星了。不过看看三星智能家居的价格，打扰了。小米目前的智能家居生态链已经非常完善了，大到电视，小到各种传感器。之前我们也做过小米智能家居的专题视频，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一套完整的智能家居都可以通过语音进行控制，这一点上就非常方便了。在这方面，小爱同学确实是秒杀其他语音助手了啊！在语音控制智能家居整套系统的完善度上，除了小米，别人确实无人能出其右了。简单总结一下 ，AI 作为智能行业发展的热点之一，到今年得到了井喷式的发展。什么 AI 拍照、AI 加速、AI 助手，各种 AI 加持的东西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啊！但是多半都是营销噱头。AI 语音助手作为其中之一，相比于几年前的人工智障啊，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大部分还只是停留在执行命令的阶段，没有完全摆脱智障的帽子。面对语音助手的风潮，小马哥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语音搜索看起来很方便，其实未必。比如一个人对着手机说我要去干嘛干嘛，好傻。人一多我就不好意思这么说，而且也不私密，宁可多按几下。确实如此，现阶段语音助手的易用性，还有人们对着手机自言自语感觉怪怪的这种障碍都是 AI 语音助手普及路上的阻碍。不过相信技术不断的发展迭代，大家也都习惯了用语音助手之后，它才真的像电影中那个他一样，展现出陪伴你的日常生活，完成你的各种操作，真正能成为虚拟上的另一半。
我们把这些语音助手全部都测试完成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还停留在基础的操作体验之上，比如说设个闹钟、问个天气之类的。其实更复杂的提高生产力的东西，目前语音助手还远远不能达到。另外还有个小点呢，就是无聊的时候逗他几句，跟他聊几天，也就仅限于此了。实际在准备这个测评的时候，我们问了大量的问题，但是由于视频的时间原因，没有全部给大家展现出来。虽然在上面的打分统计中，三星 Bixby 表现一般，但是在实际使用中 ，Bixby 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非常好，和小爱同学算得上是这里边最好用的2个语音助手了。不仅声音听起来比较自然，和他闲聊的过程中也能感觉更加智能。不过包含他们2个在内这些语音助手其实还都局限于简单的指令，面对复杂或者说有逻辑性的任务就无法胜任了。现在来看，当日常助手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没事陪你闲聊几句还算不错。其实如果从我个人来说呢，给我阻碍最大的还是这个比较傻的这个场景，对着手机说话，感觉非常怪怪的，我实在是接受不了。目前呢，我还仅限于用它查个天气或者说定个闹钟之类的。用 Bixby 和小爱同学呢确实多一些。小爱同学这边刚才说了智能家居，Bixby 呢就是我跟他在交流的过程中更自然一些，没有那么生硬。想用语音助手提升你的生产力，这个现在完全是不可能的。现在它仅仅还是一个玩的状态。OK， 这期的语音助手对比体验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本期视频呢我们依旧不是空着手来的送给大家一个目前段时间比较热的这个大号的这个小爱音箱，不是 mini 活动呢还是老规矩，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转发这期视频的微博就可以了。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小爱同学，我要打车回家。Bixby， 我要打车回家。